第一课，探索新城市。我很想去一个我们以前没去过的城市。听起来很棒。你考虑的是哪个城市？我听说巴塞罗那非常棒，那里的建筑真是太美了。巴塞罗那太棒了，高迪的建筑令人叹为观止。没错，我迫不及待的想亲眼看看圣家堂。那绝对是必去之地。那里的食物怎么样？我听说那里的西班牙小吃非常美味，我们可以尝尝好多不同的菜。是的，我很期待品尝巧克力吉士果。听起来真好吃，我们一定要把它加到行程里。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海滩，在海边放松身心简直完美。当然，阳光和沙滩会让体验更加完美。你觉得我们应该待多久？我建议至少1周时间，以便彻底探索所有地方。听起来不错，或许我们可以去附近的城市1日游。好主意，赫罗纳和塔拉戈纳离得很近，值得一游。我非常想参观历史遗迹和迷人的街道。此外，我们还可以沉浸在当地文化中。没错，徒步旅行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一些隐藏的宝藏。当然，我已经开始兴奋起来了。我也是，计划旅行几乎和旅行本身一样有趣。我们应该开始寻找住宿了吗？好，我们去找些迷人的住宿地点吧。我希望我们能找到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在屋顶露台上欣赏日落真是太棒了。祝我们在巴塞罗那的冒险之旅精彩纷呈。第二课，大自然的奇观。瀑布的美丽和壮观深深震撼了我。我完全同意，它们真是美得令人窒息。水流倾泻下的景象令人着迷，感觉就像电影里的场景，不是吗？是的，我感到无比惊奇。大自然的力量令人惊叹，它能让人正确看待事物。确实如此，站在这里，我感觉自己好渺小。但这是一件好事，它让你更加珍惜周围的世界。没错，你以前见过这样的情况吗？不，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如此壮观的瀑布。我也是，没想到会这么惊艳。喷雾增添了一份神奇的魔力，我喜欢它喷在皮肤上的感觉。是的，感觉很清爽，尤其是在温暖的日子里。我们应该拍些照片来纪念这一刻吗？当然，让我们趁现在还能欣赏美景的时候，好好记录下来吧。我想拍一张以瀑布为背景的照片。好主意，我可以帮你拍那张照片。谢谢，那你也应该一起来拍些照片。
我会的，我要在瀑布前摆出我最帅气的姿势。我迫不及待想看看，希望你不会被淋湿太多。为了拍出完美的照片，哪怕只是溅起一点点水花也是值得的。让我们在这个美妙的地方一起创造美好的回忆吧。是的，我真高兴我们来了这里，这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让我们享受每一刻，探索更多。当然，还有更多美景等待我们去发现。第3课，德克萨斯州的经济。你有没有考虑过德克萨斯州制造业和旅游业带来的收入？没错，德克萨斯州的经济非常多元化，各项数据都相当惊人。当然，制造业贡献巨大，尤其是在科技和能源领域。旅游业也带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不是吗？的确如此，德克萨斯州丰富多彩的历史，每年都吸引着数百万游客。没错，从阿拉莫到奥斯汀等城市充满活力的文化，有太多值得探索的地方。这种多样性使德克萨斯州成为独特的旅游目的地。我喜欢历史与现代景点交织在一起的方式。是的，它能让游客感受到与过去的联系。你在这里参观过很多历史遗迹吗？我有，每一本都讲述了德克萨斯州发展历程中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我觉得德州文化受到的各种影响非常有趣。是的，墨西哥、美洲原住民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交织成一幅丰富多彩的画卷。而美食界正是这种融合的完美例证。没错，墨西哥风味菜肴是我的最爱之一。我也这么觉得，味道真是浓郁正宗。下次外出时，我们应该多去探索一下当地的餐馆。当然，每个地方对传统菜肴都有自己独特的诠释。别忘了，还有各种节日，它们完美的展现了德克萨斯州的文化。没错，像圣安东尼奥嘉年华这样的活动展现了德克萨斯州的精神和多元文化。这一切对州经济至关重要，有助于支持当地企业发展。确实如此，万物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真是令人惊叹。让我们一起欣赏德克萨斯州丰富多彩的历史及其贡献。第4课，规划一次观光探险。你决定明天去哪里观光了吗？我正考虑去参观美术馆，我听说那里的展览非常引人入胜。听起来真棒！艺术博物馆通常能提供非常丰富的体验。是的，而且我喜欢探索不同风格和时期的艺术。你觉得我们应该几点出发？我记得是上午10点开门，那应该给我们充足的时间了。太好了，我们先去吃早餐好吗？当然，一顿丰盛的早餐能让我们一整天都精力充沛。
我知道附近有一家很棒的咖啡馆，那里的煎饼很好吃。煎饼听起来真不错，我们就把那里作为早餐地点吧。早餐后，我们可以散步去博物馆，路程不远。那太好了，散散步有助于消化。你想借我们的相机拍些照片吗？当然，我想记录下美丽的艺术作品和我们的冒险经历。我迫不及待的想看看我们能一起发现什么。我也一样，艺术总能激发对话和想法。没错，我们可以讨论我们对所见事物的看法。我希望他们那里有一些互动展览，他们总是很有趣。那可真是个意外之喜，它能让参观体验更加精彩。没错，学习就应该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我们来查一下博物馆有没有什么特别活动吗？好主意，讲座或导览可以丰富我们的参观体验。我们一边喝饮料一边查一下。太棒了！祝您今天充满艺术和灵感。干杯！让我们尽情享受这次观光之旅吧。第5课，创意可持续性。太棒了！看看这些用回收塑料制成的漂亮包包。我同意，这的确是减少浪费、激发创造力的巧妙方法。它们既时尚又环保。没错，我喜欢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创造力。你见过用旧钥匙做成的首饰吗？没错，它们真是太独特、太巧妙了。我可能也会买一双。好眼光！我很欣赏他们把日常用品变成艺术品的方式。这很鼓舞人心，不是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为可持续发展贡献一份力量。没错，它鼓励我们跳出固有思维模式。我应该尝试在家做一些手工艺品。听起来是个很棒的想法。你有什么具体的项目计划吗？或许我可以用旧酒瓶塞做杯垫。那太好了，它们既实用又能增添个性化元素。没错，而且这也是一种有趣的回收利用方式。我们应该报名参加这里的研讨会吗？是的，我很想了解更多环保的手工艺方法。这可能是增进感情、提高效率的好方法。我完全同意，而且我们还可以把自己的作品带回家。让我们在发挥创造力的同时，也为保护地球贡献一份力量。干杯！让我们携手共创积极影响。让我们继续逛展会，寻找更多灵感吧。第6课，建造新家。这需要付出很多努力，但我相信最终一切都会值得。我完全同意，搬家虽然很累，但也很有意义。是的，我希望我的新家和
很快就能让我感到像家一样。我相信一定会的，你很有装饰眼光。谢谢，我打算添加一些个人装饰，让它更温馨舒适。这一点很重要，个人物品真的能让空间充满温馨感。我还想在阳台上建一个小花园。听起来真棒，植物能为任何空间增添生机和色彩。我已经挑选了一些香草和鲜花。太好了，新鲜香草在厨房里会非常有用。没错，我已经能想象到用自己种的罗勒和百里香烹饪的场景了。你们的家具都摆放好了吗？沙发和餐桌都已添置，但我还需要一些收尾工作。来把舒适的椅子，看书怎么样？真是个绝妙的主意，我绝对需要一个阅读角。如果墙上能挂些艺术品就更好了。是的，我想选择能体现我个性的饰品。你应该去当地的画廊或工艺品集市逛逛，淘一些独特的东西。好建议，支持本地艺术家总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你打算举办乔迁派对吗？我非常乐意，和朋友分享空间对我来说很重要。告诉我具体时间，我很乐意帮忙组织。谢谢，我们一起庆祝这个新篇章，一定会非常开心。祝您把新家打造成一个温馨美丽的家。干杯！我期待着未来所有美好的回忆。第7课，应对变化。很显然，社会和市场变得更加充满活力和竞争性。我完全同意，变化的速度令人震惊。没错，企业必须不断调整，才能保持竞争力。这可能会让人感到不知所措，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机会。没错，创造力和创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你有没有注意到消费者的喜好变化很快？没错，潮流瞬息万变，企业必须灵活应变。社交媒体对人们购买行为的影响方式令人着迷。没错，近年来，营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不再仅仅是广告宣传，而是关乎用户互动。与客户建立真诚的联系至关重要。我认为这有助于培养消费者对品牌的忠诚度和信任度。你认为企业应该加大对可持续发展实践的投资吗？没错，如今的消费者往往更青睐对环境负责的公司。没错，可持续性可以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卖点。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有些品牌能够成功的将这些价值观融入到品牌之中。没错，这体现了他们对社区和地球的承诺。我们是否应该考虑这些动态变化会如何影响我们自己的项目？当然，我们必须时刻关注趋势，才能更好的定位自己。让我们也专注于为我们的观众提供真正的价值。同意，
引人入胜的内容总能吸引注意力。愿我们凭借创造力，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蓬勃发展。干杯！让我们拥抱变革，携手创新。第8课：超市购物奇遇记。我推着购物车在商店里转来转去，把清单上的所有东西都买齐了。听起来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辆推车重吗？虽然很大，但我能应付。不过做完之后，感觉就像完成了一次锻炼。哈哈，去超市购物当然也是一种锻炼方式。当然，我应该把它加入我的健身计划中。何乐而不为呢？边购物边消耗卡路里，效率很高。是的，我尽量加快速度，避开周末的交通高峰。好主意，这家店可能会很拥挤。我穿梭在货架间，就像赛车手一样，速度与精准兼备。我喜欢这张照片，下次你应该戴个赛车头盔。那肯定会引来不少有趣的目光。没错，但你将会赢得非官方的超市购物冠军。感谢您支持我开办杂货店的梦想。随时都可以。你今天清单上有什么？只需要必需品、新鲜水果、蔬菜和一些零食。零食必不可少。你打算吃哪种零食呢？我在薯片和干果之间犹豫不决。为什么不两者兼顾呢？保持平衡总是没错的。这真是个诱人的建议，我或许会采纳。犒劳一下自己吧，你的购物车里值得添点乐趣。没错，完善的购物体验至关重要。需要我帮你搬重物吗？那太棒了，谢谢。没问题，让我们一起征服这次购物之旅吧。愿我们的购物之旅愉快又高效。第9课：美食探险。美食确实能让一天变得美好，不是吗？当然，很高兴我们能一起做这件事，这样更有乐趣。没错，分享美食能提升用餐体验。我们应该先尝试什么呢？这么多诱人的选择。我发现一个摊位卖精致的墨西哥卷饼，它们看起来太诱人了。墨西哥卷饼听起来棒极了，它们一直都深受大家喜爱。我们去排队，买几种不同的口味吧。好主意，我们可以一起分享和品尝各种口味。我喜欢我们在食物方面可以如此大胆尝试。没错，尝试新口味是美食节的乐趣之一。我想知道我们还会发现哪些其他美味佳肴。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留意一下甜点呢？没错，美食节怎么能少了甜点呢？
或许来点新鲜的吉士果，或者我之前看到的那个巧克力喷泉。哦，听起来太棒了，我真想吃点吉士果。吃完墨西哥卷饼后，我们一定要留点肚子吃甜点。我一定会试试，这绝对值得。充满美食和欢笑的一天，就是充实的一天。没错，我非常珍惜这样的时刻。这也是通过美食探索不同文化的绝佳方式。当然，美食是拉近人与人之间距离的最佳方式。祝您今天充满美食享受。干杯！也为我们即将到来的精彩冒险干杯。第10课：自由的概念。你能想象，如果我们能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建立一个自由社会，会是什么样子吗？那将是革命性的，可能性无穷无尽。然而，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考虑的因素太多了。当然，这不仅仅是争取自由的问题，更是维护自由的问题。同意，而且它绝不会让我，最不可能的人，去支持某个特定的系统。为什么会这样？你提出的关于不同系统优势的观点很有道理。感谢你的信任，但我感觉自己寡不敌众。不要低估你的想法，在这些讨论中，每个人的声音都很重要。没错，我认为促进公开对话非常重要。没错，吸纳不同的观点可以带来更丰富的解决方案。我同意，社会是通过对话和辩论不断发展。此外，互相倾听有助于增进理解与合作。它让我们即使意见不一致，也能找到共同点。没错，或许这就是自由社会的本质，思想开放。我喜欢这一点，一个鼓励思想探索的社会才能蓬勃发展。正是如此，适应新概念对于进步至关重要。我们是否应该集思广益，探讨如何在社区内推广这些理念？好建议，组织本地讨论或许能激发大家的兴趣。是的，我们可以邀请演讲嘉宾，并鼓励大家参与。愿我们共同促进关于自由与合作的对话。干杯！让我们激励更多人参与到这些重要议题中来。第11课：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快乐。幸福不就在于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快乐吗？没错，那些小小的瞬间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快乐。我喜欢简单的快乐，比如看云卷云舒。没错，大自然有一种独特的方式可以抚慰我们的心灵。你有没有注意到，笑声能让平淡无奇的一天变得明亮起来？当然，开怀大笑能改变一切。你最近一次开怀大笑是什么时候？哦，就在昨天，我看到一只狗追着自己的尾巴跑，真是太搞笑了。听起来真可爱，
动物们真是太活泼好动了。他们提醒我们不要把生活看得太严肃。没错，有时候我们需要这种轻松愉快的氛围。我也很喜欢烹饪，尝试新食谱真的很有趣。烹饪可以是一种发挥创造力的方式。你最近尝试过什么新菜式呢？我用新鲜蔬菜做了一道美味的意面。真好吃，听起来很美味，我可以想象出它的味道。太受欢迎了，为朋友们做饭增添了不少乐趣。没错，分享美食能创造美好的回忆。还有哪些小事能让你感到快乐？对我来说，最惬意的事莫过于在雨天读一本好书。真是太美好了，沉浸在故事里简直是一种奇妙的体验。确实如此，你呢？我喜欢一边喝茶一边听音乐。绝佳组合，音乐能瞬间提升我们的心情。没错，有时候我甚至会在厨房里跳舞。听起来像是一种很有趣的庆祝生命的方式。没错，每一个小小的瞬间都值得珍惜。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能找到幸福。第12课：民主的重要性。思考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以及我们被派到这里来是为了做什么，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是的，理解我们的目标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倡导民主方面。的确如此，民主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它赋予公民权利，让每个人都有发言权。没错，每个人的声音都对民主进程有所贡献。我想知道我们如何才能有效地鼓励更多人参与。或许我们可以先组织邻里讨论。听起来是个好主意。分享信息有助于提高公众意识。此外，我们还应该强调投票对我们社区的影响。没错，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他们的选票是如何影响地方决策的。我记得托尼在演讲中强调过这一点。他关于公民责任的观点引起了我的共鸣。当然，民主依赖于所有成员的积极参与。说到这里，我们也应该激励年轻一代。这一点至关重要，让青年参与进来可以带来持久的改变。我们可以考虑在学校举办研讨会。好主意，早期民主教育可以激发人们的兴趣。此外，利用社交媒体可以扩大我们接触年轻受众的影响力。是的，像 Instagram 和 TikTok 这样的平台可能会很有效。想象一下，一项旨在鼓励人们了解自身权利的趣味活动。我喜欢这个想法，既有信息量又引人入胜的内容，能够吸引注意力。让我们共同弘扬我们社区的民主价值观。干杯！让我们激励更多人采取行动，发出自己的声音。
第13课，应对冲突。我们常被告知，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制造冲突，即使是为了做正确的事。是的，这真是一个有趣的视角。它让我思考我们是如何应对困境的。没错，有时候坚持正义确实会导致分歧。没错，但是保持沉默来避免冲突是不是更好呢？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困境，不是吗？我们既想倡导正义，又不想制造紧张局势。我认为我们可以用不带敌意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意，以同理心进行对话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是的，找到共同点有助于缓解紧张局势。你是否经历过必须挺身而出的情况？是的，我曾经在工作中遇到过一个其他人都置之不理的问题，不得不去处理。你是如何处理的？我冷静地与对方沟通，一边表达我的担忧，一边倾听他们的想法。听起来很有外交手腕。它有助于开启建设性对话，而不是制造摩擦。太棒了，这表明你能够以尊重的方式倡导变革。是的，确保每个人都感到自己的意见被听到非常重要。我们是否应该鼓励他人参与对话，而不是保持沉默？当然，这有助于营造更健康、更开放的环境。毕竟，冲突有时也能带来重要的解决方案。没错，改变需要勇气，即使它会让人感到不舒服。即使存在分歧，也要坚持正义。第14课，暴风雨般的回忆。就在前几天，我开始听到外面有动静。真的吗？具体是哪些方面？我能听到风势越来越强，树枝沙沙作响。听起来真诡异。你当时感到紧张吗？一会儿，然后一道巨大的闪电划破夜空。哇，那些闪光既美丽又可怕。没错，它瞬间照亮了一切。暴风雨期间，你有没有看到什么异常情况？事实上，我确实看到了。我注意到一只鸟正在努力寻找栖身之处。真可怜，暴风雨期间，大自然真是太残酷了。是的，我想帮忙，但是出去太危险了。这可以理解，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没错，我想起了小时候害怕打雷的情景。我以前也有同样的恐惧，我会躲在被子里。我也是，我会等着它过去，盼望之后能迎来阳光。真觉得好笑，那时候我们竟然那么害怕暴风雨。现在，我欣赏它们的力量和美丽。没错，大自然的威力确实令人敬畏。雨后空气中弥漫着令人愉悦的雨后气息。哦，我喜欢这个味道，感觉很清新。
让我们尽情享受过去和现在风暴带来的刺激吧。第15课，如何进行有效的对话。我可以在研讨会期间提出自己的问题吗？当然，这表明你感兴趣并积极参与。我担心我会打扰别人或者占用太多时间。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鼓励大家提出意见。没错，提问能够促进大家的讨论。是的，它可以带来宝贵的见解和更深刻的理解。你认为哪种类型的问题最有效？开放式问题往往能得到更引人入胜的答案。这很有道理，他们鼓励其他人充分分享自己的想法。没错，例如，与其问你喜欢这个话题吗？你可以问，你觉得这个话题最有趣的是什么？太棒了，这样可以让对话更加深入。我一定会把这一点牢记在心，以便在以后的讨论中加以考虑。别忘了认真倾听大家的回答。没错，良好的沟通是双向的。倾听体现了对他人意见的尊重。说的太对了，他鼓励公开对话。这有助于与他人建立更牢固的联系。我现在更有信心参加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我们应该互相支持，勇于提问。是的，让我们把多参与讨论作为共同的目标吧。让我们共同培养好奇心，展开有意义的对话。干杯！让我们继续学习，不断成长。